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肖戰拒演重慶號的內情終於浮出水面，根本不是別的問題，就是檔期撞車。正午陽光這下也坐不住了，一條拒演消息炸出了整個行業的焦慮。7月初的時候，有幾個娛樂性質的自媒體，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拋出了一枚炸彈。那就是肖戰婉拒了正午陽光推出的獻禮題材大劇《重慶號》，評論的區域立馬分裂成了兩波，一波人不停地捶胸頓足，雙頂流銅礦的夢想破碎的七零八落；另一波人相對冷靜些，說到人家的檔期衝突了，能怪誰呢？這樁事情，要說它規模大，好像沒到那種程度；要說它規模小，似乎又不是那麼回事兒。從較小的方面來看，僅僅只是一部尚未正式宣布消息的劇集，更換了一個處於傳聞中的參演人員；從較大的方面來講，它將整個行業最為棘手、令人頭疼不已的問題直接擺在了眾人面前。當堪稱最佳上乘的演員與精良過硬的制作團隊相會，然而時間這一因素卻並未偏向於其中任何一方，那如此這般的這一盤棋究竟該如何落子？實際情況是，一直到現在重慶號都不存在任何來自官方確立角色的消息。正午陽光在2026年3月完結香港影視展後特意發出用來澄清的聲明，清楚表明所有在網絡上傳播的主創、演員、劇情方面信息都並非官方消息。然而圍繞這部劇集的選角色的種種風波，確確實實的已經上演了一場相較劇本更精彩好看的大戲。肖戰不是不想演，是真的騰不出手。先把時間線捋清楚，肖戰當下正投身拍攝的乃是騰訊視頻 S+ 級懸疑劇集《十日終焉》。此劇由檸檬影視跟騰訊視頻聯手出品，其總投資超過2億元，運用的是行業中先有的3季連拍模式，一次性達成72集的拍攝工作。在4月10日於青島東方影都開機，到7月29日正式殺青，整個過程歷時共計111天。肖戰所飾演的是貫穿那連續3季的唯一大男主旗下簽訂的是3季連拍合同，長達111天，劇集總數達72集，且是3季連拍的情況。這究竟意味着些什麼呢？意味着肖戰從春天開啟拍攝工作，持續到盛夏時節，期間幾乎不存在任何的空檔時間段。有相關消息表明，在拍攝的這段時期，他多次連續進行大夜戲拍攝，直至凌晨2、3點鐘。堅持一直到全組拍攝的最後一天才完成收工這一動作。在殺青的前一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電視劇司司長馮勝勇還專門前往青島對劇組展開調研工作，並聽取了關於拍攝進度方面的匯報。有一部劇剛剛完成殺青，緊接着後期制作便趕緊鑼密鼓持續推進着，並且首季被預計會在2027年上半年上線播放。就在這樣一種節奏態勢之下，提出要求讓肖戰馬上轉頭進入到另一個需要耗費大半年拍攝時間週期的劇組當中，從客觀實際情況來講，幾乎是不太可能實現的。他的檔期安排表早就已經被完全填滿了。這並非是一個關於想不想的問題所在，而實實在在是一個關乎能不能實現的問題呀。7月9日，肖戰那一方負責對接的賬號也確切地回應了相關的爆料內容，提及有關重慶號的消息還沒到官方宣布的階段，還呼籲大家提升防範的意識。粉絲們的態度變得更加一致了，秉持着非官方宣布就不約定的原則，獻禮劇的時間紅線一天都讓步了。再看重慶號這邊，正午陽光出品的這部劇取材自真實歷史事件，該事件發生於1949年2月25日，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巡洋艦起義，
當時，這艘艦艇是國民黨海軍中噸位最大、火力最強且航速最快的軍艦。起義時，艦長鄧肇祥帶領着574名官兵，由上海吳淞口出發，航向解放區煙台港。這部劇的總導演是孔生，製片人是侯洪亮。編劇方面，由遠去的飛鷹編劇之一的鍾素與山海情編劇之一的小倔共同擔任。導演組成員還有孫墨龍及史承業。該劇一共有40集，其既定目標是朝着2027年建軍100年獻禮檔發起衝擊，並且已經被國家廣電總局納入革命軍事題材精品創作計劃之中。此類級別的項目，其時間窗口具剛性，最早8月，最晚10月務必開機。若錯過此檔期，那明年獻禮檔的排播窗口便不復存在。劇組幾百號人哪怕停歇一天，所耗費的皆是實實在在的金錢。所以你瞧，從胡歌的消息傳播到羅晉這兒，從肖戰已定的說法傳開又到張凌赫、張新成、王安宇替補的傳聞，在同一部劇集的情況之下，不同的那些所謂知情人給出了完全不一樣的版本。可是底層的邏輯實際上就只是一個：劇組處於有限的時間範圍之內，使勁去尋覓檔期加演技加流量這3重條件相匹配的最佳解決方案，並非在進行挑人的行為，而是在跟時間展開賽跑。因為胡歌檔期出現問題，導致出現塌方狀況，最終引發了一個項目延期，進而產生了連鎖反應。胡歌的退出是這場風波裡最有跡可循的一環。早前最早被接觸的重慶號中年線人選實際是胡歌，肖戰走青年線，胡歌走中年線。這一組合在6月白玉蘭頒獎禮上，肖戰與胡歌同台且目視對方笑場之後，一下子就衝到了好幾個熱搜之上。但事情的問題在於，胡歌還有另外一個項目，那就是風和盡起張居正，也就是大家所說的張居正。這部劇是由陳道明擔當監製的，胡歌作為主演參與其中，編劇則是長江。原本計劃在2025年開機，後續延期到了2026年9月，接着又進一步推遲，直至2026年年底才開始開拍。碰巧的是，這和重慶號所需的大半年拍攝週期正好產生了衝突，兩邊在協調方面未能達成一致，最終胡歌婉拒了相關邀請。一個項目出現了延期情況，如同多米諾骨牌那般，致使另一個項目的陣容被推倒打亂。胡歌誠然並非是不想去演，乃是兩邊實在忙碌到完全無法周全顧及。劇組在接下來將目光投向了羅晉，這樣的一種選擇其實倒也有着一定的合理性。羅晉曾經和正午聯合作過《安家》以及《理想之城》，他屬於是正午比較熟悉的演員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其表現出來的氣質和既定中年軍官的設定相契合，所以作為中年線候選，從某種角度來說確實是能夠說得通的。但是羅晉已定此種說法，當下同樣是沒有官方給予相應的背書。從胡歌起始到肖戰，而後是羅晉，緊接着是張凌赫，再之後為張新成，最後是王安宇，呈現出這般一個人有異動，整個局面都相繼變動的狀況。所暴露出來的乃是行業頭部相關資源在高度集中之後所形成的結構性方面的困境。優秀演員數量有限，就那麼幾個，優質項目環都集中在相近檔期，爭搶演員和其他資源的情況出現及項目檔期衝突差不多都成為了常見的狀態。檔期博弈背後是整個行業的效率之痛。把視角再拉高一層，這並非僅屬於肖戰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單單正午陽光一家所面臨的問題。它所映射出的是，在整個影視行業工業化發展進程當中，資源配置效率亟待有所提升的一種信號。一邊，
頂級演員的商業價值持續升高，其檔期被品牌合約、綜藝通告以及多部影視項目給填滿了，能夠騰挪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另一邊，頂級製作團隊對品質有着極致的要求，再加上獻禮劇對於政策節點存在剛性約束，開機時間幾乎不存在彈性。經紀團隊的幫藝人去爭取利益到最大化，製作公司要確保項目品質以及播出節奏，平台方要把控住上線窗口。三方於檔期談判桌上所進行的博弈，可比外界所看到的要複雜得多。業內，正午陽光與侯洪亮、孔生的組合，差不多是品質的代名詞。琅琊榜是天花板級別，偽裝者是天花板級別，山海情也是天花板級別。可是，就算是這樣的團隊，鑑於人等不了，時間不等人的現實狀況，也只好在傳聞裡持續調整方案。有這樣一部片，它叫《重慶號》，在正午陽光所列出的片單之中掛着孔生以及侯洪亮這兩個名字，也擺在那個地方。然而，到底是誰來出演這部片子？還有到底會在什麼時候進行播放？官方對此一個字都未曾透露。所有那些具體的相關信息，目前都還僅僅停留在所謂網傳的這個階段。價值高的作品值得予以等候，然而優秀演員的時間同樣具備珍貴性。此行業所需要的，也許不單單是品質更優的劇本與實力更強的班底，而且還有更為成熟、更為靈活的協調機制。你認為碰到這類狀況，究竟應當是演員為了優質劇本而調整檔期，還是劇組應當更為靈活地去適應現實？